Hello， 大家好，我是杨小贤。今天我要来做露营车的床架。我床架呢是决定使用铁管来做。那为什么会用铁管呢？因为铁管跟木头相比呢，其实它没有比较重。二来是它价格也没有比木头贵，铁竟然比木头便宜，这是我觉得蛮惊讶的啦。因为木头一大片要几千块，管子一根也才200-300而已吧。为什么会想要用铁管来做床架？还有几个原因，就是因为一来还有验车的问题，我需要把车内净空，然后去验车，所以需要把床给拆下来。那如果做木头的话，可能会钉死，我又不想要把床给钉死，要容易拆卸，所以我决定用这个管子去做。等到要验车的时候，它就可以把它拆掉。第二点就是它拆掉的时候，其实也可以车内大清洁啦，所以就是一个顺便这样子。那我要怎么把这个床架做起来呢？其实我也不会焊接，因为没经验嘛。我是选用了免车牙的套件。这个套件呢就很简单，你不用会焊接，你就可以组装了，就跟玩水管游戏一样，就是一根管子把这个放进去锁起来，然后另外一个管子再放进去，然后再把这个点锁起来，然后就完成你的床架了，就这么简单。然后床架做好以后，我们再放上我们的木板，其实床就完成了。这边呢，铁管呢，我买了大概有4支，一支是6米的。为什么会买这个数量？其实我有先经过设计，那我们就直接来看设计图吧。这个设计图呢，我大概设计了快2个月吧，就是看了很多网络的 DIY 露营车，国外的、国内的都有看，然后就是慢慢规划。前面呢就是一个电脑桌、餐桌的概念，后面呢就是我们的床架，因为我们看得到上面有4个木板，4个木板叠上去就是180公分，就是一个床铺的概念。那我们现在就把铁管把它弄成设计图的样子。在把床架做出来之前呢，我其实呢已经请钢铁工厂先切好差不多的尺寸了，所以后面其实也不太需要切什么。钢铁工厂其实切一刀也才10块，又快很准。这一支铁管呢，大概是200块左右，有6米，所以我买了有4支左右，所以大概是花了800块，将近1000块吧。反而是这个通比较贵，这个转弯的套件呢，我大概花了5-6千块左右，所以是这个转弯的东西是真的非常贵。但是耐用的床比下来其实还可以啦，如果它真的实用又耐重的话，我觉得还可以接受。请外面的师傅做，应该2-3万应该跑不掉。还有为什么要用它呢？就是因为我想要设计出属于我自己的床架，自我风格嘛，才有 DIY 的 feel 啊。OK， 那就直接开工，它这个通呢，就是用这个6角扳手去把它打开，然后把它套进去，这样就好了。然后再套进盒子，跟着设计图做就好了。现在呢，基本上床架的下面已经差不多完成，大概就是这个形式 ，H 型。等一下再继续往上，再加横条的支撑，就差不多就可以完成了。其实蛮简单的啦。关于这个高度呢，我大概会想要做32公分，因为一般的桶子啊，还有箱子啊，都差不多都在30公分左右。我会选用铁管的原因，就是因为如果我觉得高度太低或者是太高的话，我还可以把它拆掉再调整。所以之后呢，就算做错了，这个的调整性也是非常大的，所以这就是我觉得这个管子的优势。如果是木板的话，如果做错了，应该就是真的就做错了，就无解。所以我觉得这个管子方便的地方在这了。然后这一块空间呢，主要是会来放一些大型的物品，比如说水桶啊，或者是桌子啊，还是椅子啊，或者是大型的天幕啊等等的。因为这样子比较大的空间，我觉得活用性应该是比较宽的，比较好收纳。我们现在呢就准备开始把这个床架的支撑的地方做出来。我
刚刚已经把柱子的部分呢都已经量好，然后画上记号，然后砂轮机直接锯下去。眼镜、口罩、鞋子，准备来开锯了。还蛮好切的啦，跟切豆腐一样，有一点嗨是真的。不用刚用这个铁管下去比，凸出来的就少修一下，这样就非常完美。刚锯了差不多了，我们现在来组装看看吧。应该看得出来，这是一个床架吧。刚刚已经把床架都组好了，它其实所需要一点时间啦。不过跟真正的做床架来比，应该是算省时省力了啦。这边有一个木板、2个木板、3个木板，第4个木板呢在这边。这里呢就是车门打开，然后到时候呢我会把这根锯掉。木板要怎么放上来呢？就是用这边的管子把它拉过来，然后木板就可以把它放上来。这个部分呢，我打算在做高。这边可以用一个桌子，可以给它打电脑啊、煮饭啊，都可以在这边做一个电脑桌，会有个抽屉。那这个部分呢，就做了一个放冰箱的地方。设计图上面白白的那个就是冰箱，已经先预设好放在这了。对，然后我们走到的空间就是在这里，然后后面就是床，然后睡觉的话就需要把木板先放过来。木板放过来，然后我们就可以有180公分的标准双人床的大小。为什么会选用管子的原因，它可以前后的去做微调的动作，所以我觉得它非常的灵活，就是我用这个管子的原因。然后之后再把木板放上来，就大功告成。然后这边的木板呢，会做一个掀开的椅背。那我们坐在这的时候，有一个椅背可以躺，这样子其实承载力已经非常够强。之后再放上我们的夹板，承载力会再更强一点。镀锌铁管啊，它其实不是只有一种 size， 它还有很多种 size。我的是6分管，这种管子的6分管呢，它厚度其实都有分。主要睡觉的地方，这个横的支撑杆这边有1、2、3、4、5、6、7这7根，我主要是用比较厚的。对，它这个厚度呢，大概有2.8左右，所以这根管子呢，跟这根管子比起来呢，它是重非常多的。厚度2.0的管子啊，如果拿来当支撑的话，它是会晃，会有下沉的现象。那我觉得如果有下沉现象，感觉会睡得不舒服吧，所以我选用的是2.8的，我要强化中间这个地方的支撑性。那给大家看一下这厚度的差别。这只是厚度2.0，这只是厚度2.8的。那厚度2.8的就拿来当支撑的床架，那2.0呢就拿来当边边那种比较不需要承载力这么重的地方。这边呢有4个木板，然后每一颗木板的宽呢都是45公分，这4块呢就会变成我们的床板。然后我刚刚已经把纹路都顺好，打算就是用这个松木的纹路去钉，现在就是要把间距都把它抓好，看看还有没有误差。有误差的话，我现在就赶快修。刚刚呢，我已经把所有的架子都拆掉，然后现在只要小修一下，之后上完漆就直接拿到车上装起来就可以了。那我们现在就直接调整一下吧。花了1个下午啊，终于大致上都修好了。然后今天呢，人生第一次使用砂轮机，还蛮嗨的啦，要抓很牢是真的。蛮好玩的啦，是蛮有趣的，但是也非常危险，所以做了很多防护。
过几天呢，我会再来洗管子，洗完我们再来上漆。现在所有的管都在这了，直接来洗它吧。那用什么洗？先用这个，这是去油剂，然后可以轻易的去除油污。其实沙拉托应该也可以啦，这个在网络上也不贵啦，70、80块就一大盒。再等它干一点，那我们就等到明天再来上漆吧。过了一天，它终于全干了。现在刷的，昨天洗了，一下就生锈了。这是真的生锈，很快。现在呢，我要来上底漆了。我选用的是这个，一样也是红牌的，它是合金底漆，因为它太光滑了，如果上铁乐式的话，它会很容易掉漆，所以一定要先上一个底漆，它才比较不会掉漆。然后这个底漆呢，需要用硬化剂去调，比例是1:1啊。油漆行买的，不贵啦，大概200-300块而已。OK， 那我们现在来调漆，然后准备就开漆了。它是绿色的。全部的水管都上完底漆了，那再来就等它干，再来上我们的面漆。当然我不是想要绿色啦，这只是底漆而已。等下再来上黑色的漆吧。绿角呀，准备好了消光黑的油漆来漆这个水管。然后刷子、松香水，那我们直接开涂吧。我们现在呢，漆终于全干了，那我们就直接把它拿上车组装起来看看吧。全部都组装完成了，耶！转的有点累，不过应该算快了吧，1天之内就可以搞定了。OK， 那我们就直接搬上车吧，试试看咯。
床架已经做好了，然后这个间距呢，我本来是抓32公分，结果现在一量，大概是33公分左右。就是为了要放一些比较标准规格的 size 啊，大概30到32，我觉得是比较安全的。结果多了1公分，应该还可以接受范围啦，但是希望头是不要太压迫啦，多1公分应该不会怎么样。这个上漆这个步骤啊，我觉得是比较麻烦的部分啊，因为我大概上漆上了2、3天，但是效果感觉还不错，就是消光黑，感觉蛮帅的。切管子抓稳就对了，再来应该没什么特别困难的部分了，因为其他组装就比较简单啊，就是拿6角扳手把它锁起来就好。其实我还没完全锁死啊，它还是可以移动的状态，边边角角是确定了就先锁死。然后等床板啊前后的位置锯好了，然后放上来确定之后，我会再下钉，这样子应该比较万无一失啊。OK， 那我们这一次的床架影片呢就到这边了。喜欢我的影片呢，记得订阅加按赞。什么问题呢？也可以在下面留言。接下来呢，我会再来做床板的部分。那我们就下次见吧，拜拜。